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为什么女人50岁以后差距越来越大，发型和打扮是关键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周围的朋友在颜值和气质上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。有的人好像找到了青春的密码，岁月在他们身上似乎按下了暂停键，他们的精致和优雅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，而另一些人却似乎被时间追赶，面容上渐渐刻下了岁月的痕迹，仿佛一夜间就老去了10岁。为什么在50岁之后，女人之间的差异会变得如此之大呢？其实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简单归纳为4个字：精心打理。那些看起来充满活力、显年轻的女人，无一不是在生活中细心呵护自己的形象。而这种细心呵护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2个方面就是发型和打扮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讨这2个关键点，看看如何在50岁的年纪，依然保持那份独特的魅力。1. 发型对气质的影响有多大？看完想必你就懂了。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，真的能让你的魅力值直线上升。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，追求完美的穿搭和妆容固然重要，但别忘了发型同样能为你的整体形象加分。发型和一个人的气质息息相关，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清爽，能让你的气质更加出众。特别是对于50岁左右的女人，选对了发型，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，还能巧妙地遮掩岁月留下的痕迹。牢记这些发型小技巧，能让你气质更加分。1. 远离长发，看着油腻又显老。50岁以后，头发的发质往往会变得干枯，发量也会减少，这时候留长发反而会显得很没精神。另外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面部肌肉出现松弛和下垂现象是不可避免的。许多女人的皮肤慢慢失去弹性，面部轮廓逐步下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长的发型容易凸显面部下垂状况，使得整体面容看起来更加显老。不如选择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瞬间就让人看起来精神抖擞，干练十足。所以，我们不妨大胆尝试一下不过肩的短发造型，会让你看起来更加时髦干练，更年轻减龄。2. 少选太俗气的小卷发，很显老。这些紧紧的小卷，真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的老气造型。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可以选择的是温柔的大卷发，既有女人味又不失成熟魅力。这种大波浪不仅能修饰脸型，还能增添一份柔美感，绝对是50岁女人的绝佳选择。所以，想要瞬间提升气质，不妨多尝试一下这种温柔大气的卷发造型。3. 少选黑色发色，太沉闷老气。一个合适的发色也能让你瞬间年轻好几岁。很多50岁的女人总觉得染个黑发稳妥，殊不知纯黑的发色反而会让你显得更加沉闷老气。不如试试偏棕色系的发色，既能遮住白发，又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温柔有气质。就像图中的女士，一头温柔的棕色发丝，瞬间就让她看起来柔和了许多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自然的白发，也不用着急染掉，适度保留一些白发，反而能给人一种成熟优雅的感觉。这是年轻女孩子怎么都模仿不来的独特魅力。4. 发质不要太毛躁，多加注意保养。再好看的发型，如果发质干枯毛躁，也会大打折扣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日常的头发护理，定期使用发膜深层滋养，平时洗头时也要选择适合自己发质的洗护产品。另外，少用电吹风，多用毛巾轻轻擦干，这样可以减少对头发的伤害。5. 根据脸型需求，选择合适的刘海样式。
刘海这个东西可真是有魔力，选对了能让你年轻10岁，选错了分分钟变大妈。所以姐妹们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脸型来选择合适的刘海样式。1、规避厚重的齐刘海，选择 S 型长刘海。很多女人误以为厚重的齐刘海能遮掩脸部的空白区域，让脸型看起来更小。然而，实际上这种发型往往会缩短脸部的视觉长度，反而让脸型显得更宽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圆脸和发腮的女人来说，齐刘海并不是最佳选择。为了打破这个困境，你可以考虑尝试一下侧分的 S 型长刘海。这种发型不仅巧妙地遮盖了面部的不完美之处，还带来了一种温柔和优雅的气质。它能够巧妙地修饰脸部线条，让整体轮廓看起来更加柔和和协调。2、面部缺陷可以用发型弥补。面部下垂的女人，选择盘发是极好的解决方法之一。盘发可以提升整个人的气质，让面部变得利索紧致。盘发不仅让人看起来年轻，还能改善头部与肩部的比例。对于脸型轮廓不平衡的女人，可以选用具有弧度的长刘海来修饰脸部瑕疵。侧分的 S 型刘海能够掩盖面部不理想的部分，同时增加脸部的柔和感，甚至能减少面部空白区域，让脸看起来小一圈。3、圆脸型的女人可以选择短款波波头。圆脸的中年女人常常为自己脸上的婴儿脂肪而感到困扰，为此短款波波头是不二选择。波波头凭借独特的剪裁和蓬松的质感，能够有效修饰面部轮廓，尤其适合脸部较宽的圆脸女人。短款波波头能够在脸部最宽的区域营造出阴影效果，使面部线条更流畅自然。喜欢卷发的中年女人在烫发时应当选择自然流畅的弧度，避免过于呆板的设计。自然的卷发不仅显得年轻有活力，还能更好地与脸部线条协调，日常护理也更加省时省力。4、头发稀疏或质地下降。随着年龄增加，头发的状态可能会有所变化，例如头发逐渐变得稀薄或质地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烫发时应尽量避免紧贴头皮的造型，通过合适的卷度和层次感，保持头发的蓬松度，以减轻油腻和显得老气。如果发型不如人意，可以考虑利用帽子等配件进行修饰。帽子不仅能够掩盖发际线或发质的不足，还能为整体造型增添时尚元素，使形象更加出色。特别是对于方形或圆脸的女人，帽子还能有效修饰脸型。所以女人在挑选发型时，要根据自己的脸型、面部特征和个人气质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型，不要随意跟随潮流或尝试不适合自己的造型。一个合适的发型不仅可以让你焕发青春气息，充满活力，同时也能充分展示你独特的魅力和气质。5、方形脸的女人要选择柔化部线条的发型。方形脸的女人常常因为面部线条较为生硬而感到困扰，这样的脸型在选择发型时，关键在于柔化面部线条，使整体造型更加和谐柔美。有2种发型特别适合方形脸的女人。首先，可以选择带有弯曲弧度的长卷发，这种发型能够在视觉上柔化方形脸的棱角，使面部显得更加柔和。长卷发的弧度应该自然流畅，不宜过于规则死板，这样既能够增加女人的温柔气质，又能打造一种随意而优雅的感觉。其次，选择侧分的 S 型刘海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侧分刘海能够从一侧掩盖部分面部，使脸部轮廓更为协调，避免显得过于刻板。同时 S 型刘海柔和的弧度又增加了一丝俏皮感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生动。6、心形脸要注意面部比例。心形脸的女人通常额头较宽，而下巴较窄，整体脸型呈现一种倒三角形状，
这种脸型在挑选发型时，要特别注意平衡上下部分的宽度，使面部比例看起来更为和谐。一种合适的发型选择是带有层次感的中长发。层次感的剪裁能够在视觉上平衡心形脸的比例，同时增加发型的立体感，让整体造型更具动感。中长发到锁骨的长度，既不会让下巴显得过尖，也不会让额头显得过宽，非常适合心形脸女人。此外，刘海也是心形脸女人非常不错的选择。选择一款微微遮掩额头的刘海，可以有效修饰额头宽大问题，使脸型看起来更加柔和均匀。搭配稍微卷曲的中长发，能够修饰脸部轮廓，打造出温婉而优雅的形象。除了选择合适的发型，女人到了50岁，在日常生活中还需注意头发的保养。毕竟，再好的发型也需要健康的发质来支撑。定期修剪头发是保持秀发健康的关键步骤。即便你不是那种追求时髦发型的人，偶尔去修剪一下，剪掉那些分叉和干枯的发梢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这样不仅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清爽利落，还能刺激新头发的生长，让你的发量看起来更加饱满。对于那些随着岁月流逝，头发开始变得稀疏的女性朋友来说，选择合适的护发产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挑选那些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洗发水和护发素，它们能给你的秀发提供充足的营养，让发丝变得更加坚韧有弹性。头皮的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头发的品质。在日常的护理中，要尽量避免使用那些刺激性强的化学产品，以免对头皮造成伤害。另外，定期给头皮做按摩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样能帮助保持头皮的健康，让你的秀发更加健康有光泽。面对秋冬季节的干燥气候，可以适量使用一些头皮护理油，保持头皮的湿润，减少头皮屑和痒感问题。2. 配饰的选择。发型固然重要，但整体形象的打造同样需要细节的配合。比如，适当使用一些配饰，可以进一步提升整体形象。比如，不同风格的帽子可以为整体形象增添不少色彩。一顶富有设计感的礼帽或者贝雷帽，能够在提升时尚感的同时，修饰脸型，掩盖头发或发质的瑕疵。发带和发夹是发型搭配中的小细节，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选择一些有质感的发带或者优雅别致的发夹，不仅能够固定发型，还能够增加整体的美感。选择合适的耳环和项链，也是提升整体造型的好方法。与发型相协调的饰品，能够使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致，增加光彩。例如，简约的金属耳环能够提升现代感，而复古风的项链可以带来典雅气质。以下这2种发型，50岁女人一定别错过。第一种，微卷齐肩发。这个发型之所以适合50岁的女人，是因为它既不会像长发那样显得老气，又不会像短发那样缺少女人味。微卷的弧度能够很好的修饰脸型，让你看起来更加柔和，而齐肩的长度则能很好的平衡成熟与活力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选择这款发型时，最好搭配偏分的刘海，这样不仅能够修饰额头的细纹，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致有气质。第2种，低丸子头。第2款要推荐的是这个低丸子头。别看这个发型简单，但是它可是50岁女人的减龄神器。低丸子头不仅能够修饰脸型，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干练精神。但是要注意，选择低丸子头时，一定要记住2个小技巧。第一，要留出部分碎发，这些碎发能够很好的修饰脸部轮廓，让你看起来更加柔和。第2，要将发顶的部分拉松，这样可以增加发量感，让整个发型看起来更加蓬松自然。2. 穿衣打扮是女人的门面，
找准自己的穿衣定位，气质更加分。50岁女人选择服装时，一定要注意规避这2点。1. 版型太过于修身的服装，看上去臃肿显胖。一定要记住，版型太过于修身的服装真的不适合我们。图中这位女士，这种紧身的打扮反而让她看起来有些臃肿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身材难免会有些走样。过于贴身的衣服只会将这些缺点无限放大。所以选择服装时要适当放松一些，选择稍微宽松一点的版型，这样不仅舒适，还能巧妙地遮掩身材的小缺陷。2. 一身太暗沉的服装十分沉闷显老。其次，一定要避免一身太暗沉的服装，虽然黑色很百搭，但是一身黑色的搭配却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沉闷，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。所以我们在选择服装颜色时，要适当加入一些明亮的色彩，这样能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有活力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喜欢深色系，那也可以在搭配上做些小心机，比如加入一些亮色系的配饰，或者选择有一些亮色点缀的深色服装，这样就能避免整体造型过于沉闷了。以下50岁女人的一些穿搭思路，气质又好看。1. 从颜色搭配上做些调整。一是大面积深色或者大面积浅色。第一个技巧就是巧用颜色搭配，比如说可以尝试大面积深色或者大面积浅色的搭配。如果选择大面积深色，一定要记得适当露出一些肌肤，比如选择 V 领或者露出手腕的设计，这样可以避免整体造型太过沉闷。而如果选择大面积浅色，那就要多尝试一些基础色，比如米色、浅灰色等，这样既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，又不会显得太过浮夸。2是用中性色做同色搭配。另一个颜色搭配的小技巧是尝试中性色的同色搭配，比如说可以选择一套灰色或者杏色的针织套装，这种同色系的搭配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高挑，还能给人一种优雅知性的感觉。3是糖果色和基础色搭配，高级又减龄。糖果色和基础色这种搭配既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，又不会显得太过幼稚。比如说可以尝试鹅黄色印花衬衫搭配白色长裤，或者粉色毛衣搭配亮白色烟管裤，这种明亮的色彩能够很好的提亮肤色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神焕发。2. 打造出张弛有度的穿搭效果。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在宽松和修身之间找到平衡。比如说可以尝试宽松的连衣裙搭配一件修身的风衣，然后再用腰带来收紧腰线，这样既能遮掩身材的小缺陷，又能突出你的优点。另一个小技巧是选择宽松的上衣搭配裤腿略窄的长裤，这种搭配能够很好的平衡整体造型，让你看起来既不会太臃肿，又不会显得过于紧绷。3. 营造出长短反差。这个小技巧听起来或许有点模糊，但其实实践起来非常容易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试试把上衣的尾端塞进裤腰里，这样的穿着方式不仅能够让你的腿部线条显得更加修长，还能让整体的装扮看起来更加精神利落。除了把上衣塞进裤子里的穿法，你还可以尝试穿短款上衣搭配高腰的长裤或者长裙，这种搭配同样能够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长短对比，让你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优雅修长。4. 裤穿宽松显高挑。紧身裤虽然在年轻时可能是展示身材的利器，但女人到了50岁，她们往往会暴露身材的缺陷，并且穿着不够舒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身体的线条不再如年轻时那样紧致，紧身裤会将这些变化暴露无遗，尤其是我们腰腹部和大腿部位的赘肉，穿紧身裤时会显得更加明显。相反，
选择阔腿裤、直筒裤等宽松的裤子，不仅可以遮盖赘肉，还能延长腿部线条，显得更加高挑。宽松的裤子在视觉上能够平衡身体的比例，给人一种舒适和自然的感觉。阔腿裤的垂坠感和直筒裤的简洁线条都能在视觉上起到修饰作用，让整体造型更加流畅。为了避免宽松裤子带来的臃肿感，我们可搭配短上衣或修身上衣，这样能够突出腰线，显得更加利落。颜色的选择上，可以尝试一些深浅不一的颜色或者反差色，让你的一整套穿搭看起来更有层次感。例如，米色阔腿裤搭配白色修身上衣，再加上一条亮色的腰带，既简约又时尚。5. 裙不穿短更优雅。与此同时，短裙虽然青春活泼，但对于50岁以上的女人来说，会显得不得体，并且暴露皮肤问题。而且短裙在行动时可能会带来不便，尤其是在需要频繁坐立的场合。长裙则更加优雅和方便，选择长裙则可以很好地遮盖小腿的缺陷，同时展现出女性的柔美和飘逸。长裙在行走时的摆动感，能够增加整体造型的动感和优雅。长裙的款式多样，你可以学习露露妈选择 A 字裙、伞裙或直筒裙，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个人喜好进行搭配。A 字裙能够很好地修饰腰臀比例，伞裙则增加了整体的灵动感。长裙的搭配可以选择高腰设计，也可以搭配简约的上衣，避免过于复杂的设计，保持整体的协调感。不管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，还是打造一个得体的穿衣风格，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尝试、去摸索。可能一开始会觉得麻烦，但是当你看到镜子里那个光彩照人的自己时，相信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岁月从不败美人，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，优雅老去，无惧岁月，迷人依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